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中国政府将大幅提升地方政府财政，允许地方政府获得更多消费税，并从中央财政转移更多收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面临66万亿元的债务，地方政府需寻找新的创收途径。接下来，华尔街押注特朗普当选有利于石化和私营监狱行业，因其政策支持能源开采和加强边境管控。让我们关注拜登和特朗普应向食品公司高管了解通胀居高不下的原因，并采取具体行动应对。消费者信心持续下降，仅仅依靠绿色就业或企业减税无法解决问题。政府通胀数据与普通家庭面临的挑战脱节，公众需要清晰的解释，了解未来4年如何缓解财务压力。接下来这条，林肯 Nautilus 被评为美国最热门品牌之一的原因是其更新后的科技内饰、混合动力总成和现代化的广告营销策略，例如与网球传奇人物塞雷娜·威廉姆斯合作。接下来这条，在特朗普第2任期内，比特币矿工和加密公司可能成为数字资产界的最大赢家，而面临失去市场份额风险的外国公司可能成为最大输家。下一条，游戏行业在经历了几年动荡后即将迎来转机，当时受疫情早期影响，销量大幅下跌。随着任天堂准备推出其大获成功的主机 Switch 的后续产品，以及 Take-Two 为备受期待的《侠盗猎车手6》做准备，2025年的情况只会好转。下一条，共和党本周大会上为重点介绍2025年计划，但场外围绕该计划的积极辩论仍可能影响共和党对税收的处理方式，进而影响未来几年你和我国民营企业向华盛顿缴纳多少税款。下一条，无论谁在11月赢得美国大选， Alphabet 收购 Wiz 交易都可能面临美国方面的阻力，这将引发反垄断调查，导致不可避免的延误。下一条，马斯克支持特朗普引发争议，导致特斯拉支持率下降，民主党人购买意愿降低，潜在抵制将对电动车业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接下来，全球软件更新故障导致企业运营混乱，大型企业受影响较小，可获得 IT 支持，而小型企业仍面临困难。企业主担忧其业务和员工受到影响，并意识到技术依赖性的脆弱性。下一条，拜登因辩论表现不佳，致使选民和党内人士质疑其是否适合连任。在星期天结束了总统竞选活动，拜登在信中宣布了这项决定。他表示将履行总统职责直至1月任期结束，并将在本周晚些时候更详细地向全国人民阐述我的决定。他还支持副总统哈里斯作为该党的候选人。接下来，科技股暴跌拖累美股创纪录高位回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本周下跌超 3.5%， 为4月以来最差周表现。本周宏观经济数据、通胀数据以及大型科技公司财报将决定市场低迷是否持续。下一条，波音公司表示其737 MAX 工厂的生产流程显著改善，但国防和航天部门面临挑战。波音预计将在2024年底恢复 MAX 飞机每月38架的生产率。接下来这条，美国监管机构评估发现，其监管的22家大型银行中的11家在管理网络攻击、员工失误等广泛风险方面存在不足或薄弱问题。这些银行中约1/3在货币监理署的风险管理评估中获得3分或以下的评级。最后一条是，拜登退出总统竞选可能促使投资者平仓。此前，他们押注共和党胜利将加剧美国的财政和通胀压力。而一些分析师表示，市场可能受益于下一届政府分权的可能性增加。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